今天我们聊一个很多人都误解的问题：纳粹发动二战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？有人说是统治世界，有人说是消灭犹太人、消灭苏联。这些答案都只说对了一半，他们只是手段，不是终点。纳粹从头到尾最清晰、最核心的战争目的只有一个：控制并殖民东欧，让德意志人成为东欧的主人。这个目标并不是纳粹凭空发明的，它来自19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主义。他们讲了一个流传上千年的东方神话：德意志人向东扩张是天定命运，东欧这片土地就该由德意志人来占领、开发、统治，而斯拉夫人注定要被替代、被奴役、被同化。但真实的历史和这个神话完全不一样。中世纪日耳曼人向东迁移，根本不是什么有组织、有计划的军事征服，而是一场和平的移民潮。11世纪以后，欧洲经济复苏，土地开发，商业兴起，东欧各国普遍缺人。波兰、波西米亚、匈牙利的领主都在主动招募日耳曼农民，工匠、矿工过来种地、开矿、建城。日耳曼人来了，犹太人也跟着一起来。东欧犹太人用的异地絮语本身就是一种日耳曼方言。同样是移民，同样扎根东欧，犹太人从没有宣称东欧是我们的应许之地，可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却硬生生造出了一套统治有理的意识形态。至于被他们捧上神坛的条顿骑士团、狮子亨利、阿尔布雷希特一世，在真实历史里只是波罗的海沿岸一段短暂的军事扩张，很快就被波兰到立陶宛联军击败衰落。所谓千年东晋史诗，根本是19世纪文人史家刻意编造出来的。真正把这套神话推向疯狂的是19世纪的浪漫民族主义。赫尔德、黑格尔、兰克，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如雷贯耳的大师，居然都在给这种论调添砖加瓦。他们公开宣称，斯拉夫人没有历史，没有文明，没有自我组织能力，土地交给他们就是浪费，只有日耳曼人能带来秩序与开化。更夸张的是，他们直接把日耳曼东进比作美国西进运动，把斯拉夫人比作印第安人，赤裸裸鼓吹殖民与替代。当时唯一清醒的人是俾斯麦，他看得很明白，这种对斯拉夫的极端仇恨迟早会把德国拖进万劫不复的战争。所以他上台后，一边拉拢俄国，一边拼命压制国内民族主义团体。可惜1896年俾斯麦下台，威廉二世抛弃了他的路线，俄国与法国结盟，极端民族主义彻底失控，泛德意志联盟、东方边疆联盟纷纷出现。他们公开叫嚣，德意志民族和斯拉夫人必有一战，必须重新发动东进，夺回属于我们的土地。1914年，萨拉热窝的枪声点燃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天命之战。一战战败，布列斯特合约作废，奥匈帝国解体，都没有浇灭这份狂热。到了二战，纳粹直接把神话变成了种族灭绝的现实。他们制定了精确的移民计划，要在20-30年里向东欧输送几百万德意志人，把斯拉夫人当作杂草、野兽一样清理，不需要任何道德负担。东欧瞬间变成人间地狱，数千万人惨死。为了配合种族战争，斯大林也下令将伏尔加德意志人流放西伯利亚，大量平民死于非命。纳粹想一口吃掉东欧，结果是杀鸡取卵，鸡飞蛋打。二战结束后，东欧各国开始全面清算，数百万世代居住在东欧的德意志人被驱逐，家园尽失。科尼斯堡改名加里宁格勒，布雷斯劳改名弗罗斯瓦夫。上千年的德语文化、德意志社区一夜之间彻底归零，几千万东欧人失去生命，几百万德意志人流离失所。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是纳粹，但只谴责纳粹远远不够。纳粹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它是100多年里一代代知识分子、文人、史家不断编织、不断煽动、不断合理化的极端民族主义结出的恶果。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能得到什么？在极端言论满天飞、身份对立被不断煽动的今天，保持清醒比什么都重要。有所作为很难，但有所不为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的底线。